根据最新数据，今年台湾人均 GDP 预估将达38066美元，已正式超越韩国的37430美元，而明年更可能突破4万美元大关。身为台湾人，我的眼角流下一滴感动的泪水。哇，台湾终于跻身高收入国家了啊！打开 Thread 看，还有人直接说感谢民进党带领台湾 GDP 超越韩国。原来我们这么有钱，全是党的功劳啊！但是我把皮夹从口袋掏出一看，空空如也。不是说好了 GDP 超越日韩了吗？为何我完全感觉不到？是我太不争气，还是这一切都是幻觉？为何数字看起来很漂亮，生活却很骨感？而事实是，我们的薪水其实只有日本、韩国的一半，甚至1/3。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数字的背后究竟藏了什么猫腻。在谈薪水之前，得先理清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人均 GDP？ 简单来说 ，GDP 就是产值总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国家的营业额，把一年内生产的所有商品、服务加总，再除以人口，就是人均 GDP。但重点来了，这个数字不是你的薪水，更不是利润，它只能说明台湾很会生产东西，但不代表你我真的分得到。举个例子，你在一间餐厅打工，这间餐厅一年营业额有3亿，看起来超赚钱，可是你呢，薪水还是3万，所以那3亿元就是餐厅的 GDP。假设有30个员工，人均 GDP 就是1000万，听起来好像大家都变成千万富翁，但实际上你的薪水可能一点变化都没有。换句话说 ，GDP 告诉我们总盘子变大了，但没有告诉我们盘子里的东西怎么分。这也就是为什么 GDP 成长了，却常常跟我们的薪水脱钩。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为何人均 GDP 冲得这么高，但你的荷包却没有跟着涨，甚至工作越做越累？我将分为8个原因和大家聊聊。1. 劳动分配率。第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劳动分配率。简单来说，它的算法是劳工薪资总额除全国 GDP， 也就是说一整年的产值里有多少比例真的分给劳工。台湾是43%，日本52%，韩国更高。你可能会想，差9%而已，怎么可能薪水差2-3倍？问题就在这里，劳动分配率只是怎么切蛋糕，但真正影响薪水的还有蛋糕本身的大小。我们用餐厅来比喻，台湾这家餐厅一年营业额100万，分配率43%，员工能分到43万；日本那家餐厅一年营业额150万，分配率52%，员工能分到78万。光是基数不同，差距就直接被放大。而台湾除了半导体这家超会赚钱的大餐厅，其他行业的营业额普遍比日本同业来得低。同样规模的餐厅，开在日本可能就是台湾1.5倍营业额，分下来的薪水自然也比较高。所以你会看到台湾人均 GDP 已经赢了日本，但实际薪水却还是落后。至于为什么台湾会是这种一枝独秀的结构，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靠台积电撑起来的 GDP 有哪些隐藏的副作用。2. 产业结构单一。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过于集中。根据中央社报道，2024年台湾半导体总产值首度突破5兆元大关，仅半导体产业就占了将近17%的比重。在这之中，台积电一家公司就占了7%到8%。问题是台积电赚的利润多数转为股东分红，而股东里有相当比例是外资。换句话说，很多的钱最后是流到国外的，根本没有真正留在你我手上。在2017年左右，台积电就在制程上超越 Intel， 也把三星甩在后头，成为全球第一。近几年，台湾更把半导体视为护国神山，当作台湾的骄傲。但讽刺的是，最常把台积电当作台湾价值的人，大多数根本跟半导体八竿子打不着，连台积电的大门都没踏进去过。那问题来了，一个社会如果把国家命运都寄托在一个跟自己无法参与的产业上，这样真的健康吗？表面上 GDP 因为这个产业飙升，但真正分到好处的，也就是台积电里的工程师，还有手握股票的股东。这种产业倾斜跟我们心里的护国神山或许正好相反。看看日本，他们同时拥有汽车、电子、金融，甚至传统产业的强项。在这种比较均衡的结构下，只要努力，不同领域都有机会赚到钱。所以当某个产业受到冲击时，日本不会因为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而整个社会跟着垮掉。反观台湾，半导体就是我们的命脉。在今年的全球贸易战中，美国针对高科技产业祭出关税与出口限制，虽然不是针对台湾单一国家，但却直接牵动台积电的布局与成本。为了因应压力，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大举投资，累计金额规模高达1650亿美元，而川普甚至口头喊过2000亿、3000亿的数字。更夸张的是，还有美国官员放话，美国国内所需晶片的总量有一半要在美国本土生产，这意味着美方不只要台积电去设厂，而是希望把部分产能长期绑在美国本土。同时还有报道指出，川普曾与台积电高层接触，探讨是否拉拢台积电与 Intel 合作，补上美国本土制造的短板。这些例子说明一件事，当政治力量介入或技术被迫外流，台积电的优势很可能会被稀释。领先不会永远存在，
历史告诉我们，大约每隔10年，今天的领头羊就可能被挑战或超越。台积电也不可能永远站在最前线。我用棒球举个例子，王建民曾靠犀利的伸卡球，在大联盟连续2年拿下19胜，但脚伤之后，他再也投不出那颗球，生涯急速下滑。反观大谷翔平，虽然动过2次手肘手术，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投球，但他靠着打击和多元球路依然维持竞争力。台湾就像王建民，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一颗伸卡球上，也就是台积电。如果这颗球失效，台湾整体竞争力可能瞬间崩塌。产业的过度集中，使得 GDP 增长的果实也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赚到钱的是他们，而你的口袋依然空空如也。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 GDP 可以冲到世界前段班，但我们的薪水却常年停滞，还隐藏着随时可能被单一产业掐住脖子的风险。所以台积电就像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另一方面它压缩了产业的多元性，甚至可能是你我变穷的原因。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台湾虽然做得辛苦，却常常只是帮别人打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下一个重点。3. 代工模式的限制。台湾长期陷在代工模式里，台湾的半导体是世界第一，但本质上还是代工业。代工靠的是量，不是价，所以利润有限。举个例子，台积电的毛利率大概是55%到60%，净利率约40%。这数字听起来很亮眼，但跟奢侈品牌比起来还差得远。如爱马仕，一个包成本可能只有1万，最后可以卖30万，毛利率直接飙破天际，这就是品牌溢价。台积电没有品牌，只有技术，主要靠大量投产来赚钱，这就是代工业和品牌业最根本的差异。说到品牌溢价，就不得不提 Apple。Apple 把高毛利的部分设计、品牌、行销牢牢抓在手里，而低毛利的部分晶片制造、组装代工外包给台积电、鸿海。所以一只 iPhone 售价可能4万块，但成本不到1半，最后大部分利润回流到 Apple， 分给美国的员工与股东。台湾则是做最困难的零件，却只能收代工费。我们辛苦的工作，却分到比较少的利润，而其中还潜藏着更大的隐忧。2024年台积电营收6243亿元，苹果就占了约25%。至于鸿海对苹果的代工订单曾高达50%，这代表什么？如果哪天苹果找到更便宜的代工对象，他绝对不会为了人情留在台湾的公司，一定马上转单。当初苹果把 M1 芯片交给台积电，不就是因为台积电在制程上彻底超车 Intel 三星吗？我再用爱马仕来做比喻。爱马仕是1837年在法国创立的奢侈品牌，已经有188年历史。这188年以来，爱马仕包包都是法国制造的吗？当然不是。根据欧盟规定，只要最后一道重要工序在法国完成，就能标上法国制造。所以，就算包包90%在中国制造，只要在法国缝上拉链，一个成本600元的包包就能卖到6万元。所以，品牌才是核心，生产地点随时可以被替代。这就是台湾最大的问题。我们靠的是代工，不是品牌。台积电和鸿海还能靠产量撑起规模，但台湾超过90%的公司都是中小企业，这些公司规模小，利润薄，又没有品牌溢价，市场竞争激烈，取代性高，长期下来，公司的生存之道就是压低薪水，所以很多传产员工薪水就是卡在3-4万。4. 工会太弱，劳工没有谈判筹码。你知道台湾工会组织率有多低吗？根据劳动部统计，到2023年底，全台真正有能力跟资方协商的企业工会、产业工会覆盖率只有 7.9%， 日本有 20%， 韩国更高达 40%， 我们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别说争取权益，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工会会怎么样？很简单，老板说要动薪，你敢拒绝吗？周末要加班，你敢说不吗？你不爽可以离职，反正永远有人等着递履历。这不是在唱衰台湾，而是真实的人生。没有工会就没有协商，没有协商，员工就没有靠山。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工会弱，所以谈判力弱，造成工时长加薪资低，造成劳工过劳，造成现状无法改变。我们看几个数字就能明白。根据统计，台湾劳工每年平均工时是2008小时，在全球39个经济体中排第5，亚洲仅次于新加坡。但新加坡的薪水大约是台湾的2.3倍，意思就是我们花差不多的时间，却拿不到新加坡一半的薪水。你以为韩国血汗？其实韩国这几年工时已经降到1874小时以下。日本更早就改革了，一年平均工时为1607小时。换句话说，台湾人每年比日本人多上400小时的班，等于多出整整2个月白天待在公司。薪资条是涨了几千块，但物价、房租、各种开销全都变贵，实质根本没涨。你拼了命加了班爆了肝，最后换来的是比10年前高一点点的薪资。很多人会问，台湾人真的这么惨吗？你可以回想一下，自你工作以来，有没有哪一次是靠工会帮你谈判加薪的？还是每次都是你自己硬着头皮去找老板开口，然后被敷衍、被拖延、被打枪？
在台湾工作的待遇靠的不是制度保障，而是老板心情的好坏。他人好，心情好，年终可能多一点。他计较，他不想给，那也只能认了。5. 职场文化与制度漏洞。台湾为什么会变成高工时、低报酬的代表国家？除了薪资制度不合理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加上制度被放水的漏洞。先从制度说起，台湾是少数政府立法让加班变得非常合理的国家之一。按理说，一周工时40小时，就是一天8小时，一周5天，到点就下班。但根据劳基法，只要不超过每月加班46小时，就能完全合法要求你留下来继续干活。很多劳工就是这样，在合法的包装下，一点一滴被榨干。更可怕的是那种你可以准时下班，但你不敢的职场氛围。为什么？怕被贴标签，怕被说不积极，怕主管觉得你不够敬业，怕升迁没你的份，怕年终被打折扣。所以即使事情早就做完了，还是得坐在位置上装忙，等主管走了，你才敢离开。这种无形压力让表演式加班变成日常，社会陷入一种空转又病态的职场文化。很多人会问，加班不是可以领加班费吗？但现实很骨感，很多公司虽然表面说可以申请加班费，实际上却充满无形的压力。你敢领吗？你不好意思领，因为大家都没领。你一领，好像就变成太计较，不够团队。更尴尬的是，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真的在加班，只是在装忙等下班。这时你还敢去报加班费吗？我有个朋友就说，之前工作做完准时下班，结果被主管叫去关切，你怎么那么早走？是没有事情做吗？从此之后他就学乖了，事情做完也装忙，还干脆去公司餐厅吃完晚餐再走人。更夸张的是，有些公司根本不给加班费，那怎么处理？直接一句责任制，或者跟你说可以补休，但补休用得完吗？常常根本排不到假，或被主管卡掉。年度一到，休假一口气归零，公司还能说是你自己没用掉的。这些潜规则早就不是秘密，只是没人敢说破，于是大家就默默吞下去。而根据统计，台湾每年平均可休假天数远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但工时却稳稳排在世界前段班。这代表什么？我们跟全球已开发、制度成熟的国家比起来，显得特别落后。我们花了更多时间工作，换来的不是更多的报酬，而是一种被掏空的生活感。6. 房价与物价压力。我们再来讲讲第6个原因，房价。这可能是台湾年轻人普遍觉得自己即便赚得多，却还是很穷的一大关键。你可能听过 PPP 这个指标，全名叫购买力评价。它不是单纯比较薪水数字，而是比较各国实际的物价水平。换句话说，他想回答的是这个问题：你在这个国家赚的钱能买到多少东西？根据 World Bank 2024年的统计，台湾的 PPP 大约是82610美元，日本是51700美元，韩国是52200美元。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又要高潮了。哇，台湾的购买力竟然超过日本、韩国耶！但先别高兴。因为这个数字其实还是老问题，里面也包含了台积电的产值、郭台铭的财产，你我还有早餐店阿姨的收入，当然也一起被平均进去了。更重要的是 ，PPP 主要比较的是民生用品、食物、交通、水电瓦斯这些日常开销。比如说，台湾一碗牛肉面150元，约4.5美元；东京一碗拉面大概要1200日元，约8美元。这种物价差距就会被反映在 PPP 里面。但很多大家真正想买的东西，比如 iPhone、PS5、Switch、Dyson 吸尘器、Nike 球鞋，这种全球统一定价的商品，在 PPP 里面反应是非常有限的。这些东西在台湾、日本、美国的价格几乎一样，但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差很多，实际购买力根本不同，更不用说房价了，这才是真正沉重的炸弹。PPP 完全不会纳入房价这种资本性支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PPP 显示的是你在当地日常开销过得还行，但它绝对不是在告诉你你真的比别人有钱。而最大的盲点就是它完全没有计算房价这件事。根据统计，过去20年台湾房价直接翻倍，但薪资几乎原地踏步。台北的房价所得比为16.6倍，东京不到10倍，首尔约12倍。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吃不喝要16年才买得起台北一间房子。而更讽刺的是，台湾明明身处全球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军机绕台，战争威胁就在眼前，结果房价却越涨越高。再看日本，即使日常开销比台湾高一点，一碗拉面比我们贵个50元，但薪资却是我们的2到3倍。他们买 iPhone、PS5 的价格没有比较贵，甚至还可能便宜一点。更关键的是，日本的房价普遍比台湾便宜。我之前的影片有专门做过这个主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看。再讲讲租房文化，日本的租屋制度非常完善，在日本没有非买房不可的压力，一辈子租屋也很正常。虽然租金比台湾贵一点，但你可以住到品质好、安静又安全的房子，房东也不会因为种种理由把你赶走，租客权益是受到保障的。不需要买房，手上现金流得多，生活自然过得好。反观台湾呢？只要经济状况允许，几乎都想要买房子。有土私有财的观念已深植人心。你不买，看着同事朋友都买了，那种没房的焦虑感会一直压着你。根据2023年主计处资料，台湾自有住宅率超过85%，是全球数1数2高的国家之一。代表什么？
几乎全民都在背房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家手上的钱都不见了，全砸在房子上了。所以其实让你觉得穷的原因脱不了高房价加不完善的租屋制度这对组合拳，它几乎把台湾人每个月可支配的所得吸干了。7. 政策与制度因素。再来说说第7个原因，政策设计问题。简单说就是台湾的制度太偏向资本，对劳工太不友善了。台湾长期走的是企业友善路线，企业税率低，资金进出也自由，听起来很棒对吧？但相对的，我们却没有强制加薪的机制，更没有让企业必须回馈员工的压力。日本这2年岸田政府直接跳出来喊话，要求大企业带头加薪，搞出一个叫新资本主义的概念。韩国也不是省油的灯，靠着大幅调高最低薪资，让整体薪资水涨船高。而台湾呢，调薪幅度小，速度慢，加上劳基法弹性大到可以当橡皮筋，企业当然不会主动帮你加薪啊。讲白一点，整个制度就是在鼓励低薪稳定，而不是高薪竞争，导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件事：台湾就是一个普遍低薪的结构性社会。你去看很多非科技产业的中小企业，像是做设计的、做出版的、做社工的、做服务业的，不管你多努力、多拼命，10年如一日，薪水几乎不动。很多人到30、40岁，薪水还是卡在35K、40K， 升迁管道不明，奖金制度也形同虚设。而这一切大家早就麻痹了。这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结构就是把低薪当作预设值。8. 人才外流的恶性循环。台积电可以说是台湾之光，薪水也不低，但你要进去就得做好心理准备当科技牛马。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时候，美国工程师连加班都不想加，搞到台积电一度要派台湾工程师去支援。也难怪真的有能力的人会说，既然我能力够，为什么还要在台湾被压榨？我有个朋友目前在上海外商公司工作，他的月薪换算下来大概50万台币。重点是他其实很想回台湾生活，毕竟家人都在台湾。但问题来了，他的领域是食品业，如果他回台湾，薪资不止砍半，根本是膝盖斩，变成只剩下10几万甚至更低。那他干嘛回来？爱台湾也不能吃土啊。事实就是，台湾除了电子业以外，其他产业就算你做到高阶主管，月薪超过50万的真的是凤毛麟角。这也导致另一个恶性循环，真正有能力、有产值的高阶人才跑去美国、日本、中国、新加坡，留下来的是一堆被卡在中低薪职缺里的劳工。这样的结构让整个台湾劳工市场过度集中在中低阶工作，产业无法升级，薪水也拉不上来。而一代人才出走，留下的人更难加薪，台湾更留不住人，更缺人才，更难转型。这就变成一个永远打不破的死循环。讲白了，台湾不是没人才，而是留不住人才。结语：台湾真正的问题是制度，是政策。追根究底，造成台湾低薪的原因其实是政府。真正撑住经济的是一间一间努力求生的民间企业，还有一个一个每天苦干实干的劳工。政府当然有在做事，只不过做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改善制度，而是等着收割成果，抢着上台宣传，拼选举声量。当有企业做出一点成绩，产业有亮点，政府就立刻跳出来高喊，这就是我们的台湾价值。问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只会沾光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专业、有肩膀的团队，愿意从根本去改革台湾的产业结构，打造一个对人才、对产业都更友善的就业环境。这不是哪一家企业能扛得起来的责任，企业只是活在政策框架下的参与者。你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他就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努力求生，拼命赚钱。企业会拼，会投资，会优化流程，因为他们需要盈利，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政府不需要赚钱，拿的是人民缴的税，企业交的利得，却经常不思进取，没有绩效意识，也缺乏真正的责任制，久而久之自然就怠惰了。我并不是在批评整体的公务体系或那些每天认真做事的基层公务员，我说的是那些掌握最多资源与权力，对国家方向影响最大的人，包括总统、政务官、部会首长、立委、议员，这些制定政策主导方向的人。他们当中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我们都知道，台湾目前的政治与官僚体系里，确实存在效率低落、避责卸责的现象，这才是造成国家空转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亚洲有什么国家值得借鉴，我想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真正把产业升级当成国家战略，他们不只规划完整的外商投资政策，优化人才移入制度，投入大量资源在高等教育与科研，甚至连公务员都设有明确 KPI 与奖惩机制，整个政府运作比企业还像企业。新加坡早在2000年就规划投入升级产业，不到10年就吸引罗氏、辉瑞、默克等全球药厂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这就是国家愿景与执行力的结合，不靠喊口号，而是靠制度推动。
反观台湾，常常是选举喊一套，选后全忘掉。政党才刚上任，马上就把精力转去布局下一场选举，不是2年后的县市首长，就是4年后的总统大选。至于改革与产业升级呢，最后也常常变成了用来分配预算、选举资源的口号。而这边再补充2点，长期拉低台湾人民收入的潜在因素：国防预算与诈骗问题。台湾国防预算年年成长，已接近 GDP 的 2.5%。如果把目前的国防预算与诈骗损失这2笔钱都回流到台湾，约900万名工薪阶级手上，平均下来每人每月可以多领7593元新台币。这是不是比普发1万更有意义？而废核政策导致电力不足，导致高耗能企业不敢投资，开始外移。现在正是 AI 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的关键期，偏偏台湾却被电力问题卡住，这难道不是一场政策自废武功的悲剧吗？还有政治恶斗。每逢选举，口号满天飞，反对党抹黑执政党，执政党也清算未来的政敌，强化网军监控。大家都把精力放在政治的斗争，政府运作几乎停摆，上至总统，下至里长，大家都在看风向、看选票，没人关心国家长远利益。这样的环境，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把核心技术放在这里？企业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换来的只有更多不确定与风险。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能光靠企业自救，更需要一个肯负责的政府来主导改革。台湾需要完善的制度与规则，如果规则定得乱七八糟，就别怪选手跑不出好成绩。身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市民，我能做的很有限，就是偶尔做些影片，把这些本该被看见的事实说出来，让更多人有机会听见思考。另外，我也想说，如果你对现在的政府不满意，3年后我们还是有机会换人做做看。平心而论，民进党也执政够久了，虽然似乎都一样烂，但换个政党做看看，对台湾一定是有利的。至于民进党口中一直强调的抗中保台，似乎不选他台湾就会完蛋的这种论调，各位其实也不需要这么担心。无论什么党上任，我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台湾目前最适合的政治模式，不是一党独大，长久在位，4年一换，不是很好吗？